出门，他们会不让你出门，会很焦虑啊，或者什么的？不会，因为我出门会给他们吃点东西。小的时候我有帮他们做笼内训练，我们都还是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会需要一个人在家，除了训练他独处之外，还有上厕所啊，或一些生活习惯、规则跟规矩。如果我把我老公送去，不是，如果我把我老公送去，如果我把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盟主毛很多，我是舒子成，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Judy，Judy 你好，大家好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只标贵吗？好可爱哦。她叫 Zola， 然后她叫 Zoe， 她们都女生，都是女生，那她们今年几岁 ？Zola 3岁，然后 Zoe 4岁。她们长得跟她们的名字一样，就是很尊贵，不管是她们的造型，或者是她们发饰啊、发型啊，感觉是那种会读美国学校有钱人家的小孩。没有，只是刚好留这个发型。那他们平常是在外面尿尿吗？还是他们会在家里面？他们会在家里面，也会在家里面，因为我觉得训练定点真的对大型犬饲主很重要。对啊，尤其是像他们，因为他们出去如果像天气不好，回来会很难整理。像 Zola 她的脚它就是白的，所以它只要一下它就会很脏。多久大美容？多久洗一次澡？大概3个月要大美容。3个月才需要大美容一次吗？应该是说，因为我们留的比较长，就像我们留长头发，不会需要每个月一直去剪它这样子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们贵宾其实有分很多种，标准型贵宾啊，或是迷你贵宾啊，甚至有什么茶杯贵宾，对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吗？其实我觉得最大差应该就是体型吧，然后还有花的钱。个性上，我觉得大狗会稍微当然稳定一点点，但小狗就是会稍微比较敏感。因为像我很想要养大狗狗，特别想要养标准型贵宾。我是一个小白，我今天如果要养标准型贵宾的话，有哪些会需要注意的？我觉得负担比较大，应该就是他们美容费用，因为毕竟他们要洗澡啊、修毛啊，他们体型比较大，各要大概3到5千洗澡。一只包月吗？没有，一次单次。可以撑多久？看每个主人吧，像我们大概2个礼拜、3个礼拜，有蛮多狗狗他们是每个礼拜洗澡的。我们家狗狗就是1个礼拜洗1次，如果你一次要花5000块的话，而且它是2只哎，所以我们比较长时间才洗一次。除了第一个就是它的美容费用，你必须要有一点心理准备之外，他们会喜欢拆家吗？如果你有满足他的需求，他拆家其实还好，就是比如带他出去走走啊，然后跟他玩啊，但他们蛮会跳的，就是。所以厨房上面不可以有任何的汤啊或者什么的，要收好。因为一般人上班都是9个小时起跳的话，他们会就是自己玩吗？还是就是睡觉等你回家睡觉？对，真的耶，所有的狗没事做就是睡觉哎。你出门他们会不让你出门，会很焦虑啊或者什么的。不会，因为我出门会给他们吃点东西，所以就是拜拜，快出门。查到标柜是很容易有分比较远。你是如何做到让他们不会有这个状况？应该说，我就让他从小他们习惯可以独处，所以小的时候我有帮他们做笼内训练，我们都还是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会需要一个人在家，除了训练他独处之外，还有上厕所啊，或一些生活习惯、规则跟规矩。所以在我们没有空的时候，我会让他们进运输笼。休息一下。刚刚忘记介绍 Judy， 她是宠物训练师，所以这些对她来说就是一块小蛋糕。东西资讯是绝对靠谱。没错，没错，我们没有随便乱讲，我们是请专业人士来教大家。像我的狗狗，它现在已经就是行为已经有点久了，有办法让它再重新训练吗？其实慢慢的可以啊，稍微要花，只是稍微时间花长一点。因为我们家那一只狗狗，它是从小到大，它都有另外一只狗狗陪在它身边，它已经习惯有另外一只狗狗陪它。它去当天使之后，它就开始焦虑，然后啃脚。但我想说，会不会是指尖炎？大家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没有，它就是焦虑或是无聊。应该说它从来没有独处过了，所以等于它来到你家的第一天，它就是24小时都有人或是有狗狗陪它。另外一个伴，它离开之后，它会受不了。所以我是不是要再养一只？养一只？对。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？但我会说，如果以不训练来说，这不失为一个方式啊，因为它就习惯有一个。可是你就要想，它可能以后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是一代一代一代的，因为等于他们每一次都有交叠啊。这是一个结界吗？就是养了2只狗，你就必须2只狗一直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最后开狗园这样。我刚刚看他们的耳朵好像也都是垂耳，会不会很容易有耳朵的问题？会，而且他们耳朵里面有长毛，要拔耳要拔耳毛毛。在台湾要养这种长毛大型的狗狗有点不容易，因为台湾太潮湿了。对啊，真的。而且像这种长毛的狗狗，毛只要一旦打结，它底下的皮肤就会很容易有问题，就会藏湿气跟水汽。所以除湿啊、冷气，他们夏天是不是也要开冷气？对。
有些会开到空气清净机。有啊，我们家也有空气清净机。你们家就有空气清净机？他的脸就是一种贵气感，气质很好，而且超乖的。如果我把我老公送去，不是，如果我把我老公送去，如果我我把我家的狗狗送去给你训练的话，是来得及的吗？因为它现在已经快5岁了。应该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训练，只要会希望是主人可以一起。它是很想要你抱抱的。对，它现在突然想要撒娇。那他们会情勒你吗？比如说你要给他们吃东西，然后会啊，你一直不给，他们就会用表情吗？还是用动作？还是用什么动作？那比如说我们家放零食的有一个柜子，他们不会去偷拿。但像他就会面对那个柜子，然后一直坐着，然后坐了很久，他想说怎么都没有反应，他会回头这样看你一下，想不看到他也很难。客厅茶几上有放零食小罐子，他想要吃什么，他就把头然后就这样放在那里，很明确的让你知道，眼睛还这样瞟你一下，他再看看他就会一直跟你这样嗨。你说是叫服务生的那种手势，这样，不好意思这边，然后有时候还会拍桌子，刚好这样下来的时候就拍在桌上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比较好跟狗狗沟通？比如说声音啊，或是什么的？我觉得最主要是表情。我会说有时候狗狗很像监视器，它其实都在看你一举一动啊。你什么时候回家它也知道啊，你什么时候要出门其实它也知道，或是你是不是拿什么包，它是不是可以出门。我家的狗狗看到我穿袜子，它就开始激动，因为它知道我要出门。所以你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或是一些动作，它其实会明白。既然讲了这么多狗狗的一些可爱的地方啊，一些花费啊等等，你觉得养标准贵宾它优点是什么？不掉毛，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我以前养黄金，它就是会，所以我车上一定要放啊，就随时就是可以粘一下再出。那这样反推回来，是不是鼻子比较敏感、容易过敏的人养标准贵宾会比较好？因为它掉毛比较少。会啊，或是小贵宾其实也是。那有没有什么缺点？下雨天出门很不方便。夏天是要开冷气，夏天开冷气比较黏人。其实我也有分离焦虑症。你刚没看我都在后面一直啃脚。没有，我会很想要下班就赶快回家。以前还会跟朋友出去聚餐啊，吃个饭啊，可以搞很晚再回家。对，现在说时间到了，而且在外面会时不时拿手机出来看监视器，说他在干嘛。就是你会一颗心会悬在那边。训练的黄金的时期，比如说几岁之前，其实我会说，通常是带回来第一天，其实你就要训练，就要开始教他在家里的规矩啊，比如说在哪里上厕所啊，然后在哪里睡觉啊，跟你互动要怎么样方式互动，他开始认识你跟接触你的时候，就是最好训练的时候。我发现养大型狗，其实他们说的那些缺点，全部都是金钱上面你自己衡量，你觉得值得，其实你就可以养。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他们养它吃很多吗？我想说，他可能吃的比你还少。先给他一个白眼。那但是他们的医疗或者是真的要洗澡，就会花费蛮多。今天非常谢谢 Judy， 那今天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一定要拜拜就起来了。